你知道如今这样的 VR 与 AR 体验，可能已经不需要先架好整套开发环境了吗？只需透过 AI 和几句 prompt 就能帮我做出了一个能在 Quest 3 Android 手机和电脑上执行的 WebXR 原型。今天就来实际测试 Google 旗下 Gemini 结合最新的开源函式库 XR Blocks 的开发体验，看看 AI 到底能把 WebXR 开发简化到什么程度。现在看到的是电脑浏览器画面。我们先进入官方建立好的 XR Blocks Gem 工作区，连结我附在说明栏里，可以直接点击进入。首先确认你的 Gemini AI 是否已经设定成 Pro 模式。我们可以在输入栏旁边看到这里有个模式选单，点开后可以看到最下面有 Pro 模式的设定。另外下方思考程度我们选择延长，这样 AI 设定的部分就算完成。接下来就是输入 Prompt 的部分。因为 XR Blocks 框架着重空间互动与物理处理，如果希望生成的结果符合预期，尽量避免要求 AI 去处理复杂的 3D 模型生成。建议将指令聚焦用简单几何结构的 3D 物件以及搭配物理互动。例如，先创造一颗虚拟篮球，我们可以输入 Create a bouncing basketball in XR and user can pinch or click to grab it。当你的指令有明确物件与 XR 声明，比较能让 Gemini Canvas 处理 3D 代码，也能让 AI 确实应用到 XR Blocks 框架的 API。输入好后就可以开始执行看看。看到有跳出发生错误的讯息，这里可以点选修正错误，让 AI 帮忙修正就可以了。现在生成完成后，就会看到画面中出现框架所提供用来模拟 XR 空间的测试环境，可尝试用滑鼠点击操作，看看确认成果是否符合指令建置完成。但若要确实测试体验功能，最好还是要到实际头显与手机的装置上。那我们画面就先转移到头显 Quest 3上吧。现在看到的 Quest 3的浏览器画面，可以看到之前桌上模拟环境的画面不见了。这边我们只要点击 Enter 按钮，就可以直接进到 XR 环境。然后可以看到，我可以透过手捏取来操控篮球，并且篮球碰到地面也有物理弹跳效果。目前实际测试算是通过。既然能够先做出篮球，那再用一个红色圆环来做简单篮筐吧。并且添加变色效果来判断是否有投入。我们就直接在头显的浏览器继续做 Vibe Coding， 在原本的对话框我们再输入指令。OK， 大功告成。最后再补充想在安卓手机上测试的状况吧。当我们在手机开启 Gemini 的 XR 成果页面会无法运行，因为我们的 XR 程式码包在一个名为 iFrame 的内嵌框架里，这会导致封锁手机的 AR 相机与空间追踪权限。这边会建议将程式码复制下来，部署到个人的 GitHub Pages 上。不过若想更快从手机看到，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开 Live Code 这个平台。下面就开始示范。先点开到上方分享图示，然后选择复制，再到 Live Codes 的页面，这边先选择新专案，然后在专案模板里选择空白模板。这时你会看到上方 HTML 的页签将刚才复制的程式码贴上，这时再次执行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成果了。OK， 以上就是这次的实测。不过也从这次实测感觉到，即便有 AI 的工具协助你快速产出原型，但当前来看，透过 AI 来开发 XR 应用还尚未成熟。要真正做好 XR 应用，依然要有扎实的专业技术体制。而从 Vibe Coding XR 也不难看出 ，AI 与 XR 的结合在未来也会是一种发展趋势。如果你也有试过这套工具，或是在开发时遇到不同的问题，都欢迎在留言区一起讨论。之后也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 AI 跟 XR 的实测内容，我们下次见。